作为一辆无限接近 F1 赛车且可以合法上路的超级跑车，近期呢终于也是等来了它的1:8比例的超旗舰级积木套装，并且关键还是全功能设计，这就是本期深度评测的主角一起18006阿斯顿马丁女武神，一款不太多见的同时具有静态版变速箱和动态版全功能的国产原创作品。除了还原原型车的 6.5 升 V12 自然吸气发动机联动以及遥控行驶，还有可以在行驶中遥控换挡的4档序列式变速箱，并且还加入了额外的手动换挡接口。此外还有转向和方向盘联动，可以遥控联动的两侧欧翼门开合，可以整体拆卸的引擎盖，以及动力组件快装快拆等功能设计。另外，这辆女武神也是采用了全车大模块架构，再加上全印刷件以及大量的金属滚镀科技面板，所以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详细的看一下这款套装的具体表现。先看包装，彩盒仍然是天地盖方案，另外也是延续了之前一贯的设计风格，主色使用了和成品一样的深绿色配色，年龄定位14岁以上。成品图呢仍然是放在了彩盒的背面，而侧面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改装动态版所需要的动力组件，那一共是需要1套主控和5枚电机。打开彩盒，里面可以看到 A、B 2个零件分盒，所有的零件一共是分成了10个大步骤分包。平打手册分成了上下2本，厚度加起来有 2.7 厘米，总步数呢是1219步。那虽然不知道总零件数，但分布应该是比较细致的，大概的步均零件数应该也就是3片出头。另外，手册开篇也是做了几页的彩图，除了原型对比，那也是对关键的内部结构进行了一定的展示。在零件方面，这款套装大量使用了金属滚镀工艺的科技面板，此外还有全新开模的轮毂以及光头胎，同时呢也都是印刷件。这款套装没有印花贴纸，而其他的一些有图案的零件呢，也全部都是使用了印刷工艺。那唯一的一张小贴纸就是这种印了 A、B、C、D 的，用来标记电机编号的贴纸。在新零件方面，这款套装并没有出现此前的那种专门开模的独占零件，不过呢，可以看到一些像这样的具有一定可复用性的全新科技面板，可能也说明了厂家在产品开发方面有了一些新的思路。好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款作品的内部设计。后悬架叉臂采用了常用在 F1 赛车中的32294，因此可以更好地还原出原型车 A 字形的叉臂角度特征。在左右两侧，设计师各使用了2枚绿色的小号硬避震，测试下来回弹力度适中。不过呢，这种悬架结构和原型车并不一样，可以看到原型车使用的是一种非常少见的使用了扭杆弹簧的悬架结构，其核心部件包括推杆、摇臂以及扭杆弹簧，所以本质上还是一种推杆悬架，只是把传统的压缩式的弹簧避震呢换成了旋转式的扭杆弹簧。再看动力结构，可以看到设计师也是为整个后悬架模块预留好了动力接口，动力进来以后，通过差速器端的22:14的齿轮组，然后向左右两侧传输。这里看一下两侧欧翼门的部分开合联动结构，可以看到动力从这枚白色的24齿离合齿轮上来以后，通过一组20:12的齿轮组带动一根连杆旋转，而左右两侧各有一根这样的连杆。相互之间呢，通过左右各一组齿轮组以及中间的十字轴完成联动。而驱动24齿离合齿轮的动力呢，来自稍后会加入的涡杆结构。前悬架采用了和后悬架类似的设计，同样是左右两侧各2枚小号硬避震，而并没有对原型车的扭杆弹簧式推杆悬架进行还原。动力方面可以看到，前悬架同样也有一组差速器。所以这辆车呢是采用了4驱的设计。再看转向和方向盘联动结构，可以看到转向动力从预留好的这根黄色十字轴进入，在车头方向这里经过3枚齿轮，然后到达转向齿轮齿条，最终通过两侧的拉杆带动车轮转向。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转向齿轮齿条靠前了一个单位，因此导致两侧前轮呈现出了一点内八字的状态。不过在稍后加入的另一组辅助的拉杆装置以后，这个内八的问题呢会得到一定的改善。此外，我们还注意到设计师在转向齿条的这个位置呢，应该是尝试通过一枚球头零件和3/4削的底池来做一个转向限位的联动效果。不过实际上，因为在悬挂驱动桥的位置，这里有一枚6632保孔臂呢，会和悬挂驱动桥先发生底池，也就是先行限位了。所以这个球头限位装置呢，实际上是没有用的。另外，这里还存在一个手册中没有提到的角度标定的问题，那这个呢，我们最后再说。
这里可以看到整个底盘呢也是分成了若干个大模块。那我们先看一下合体后的发动机和变速箱部分，也就是整个车子的行驶动力相关结构。和一般静态版超跑不同的是，这辆女武神的变速箱并不是在发动机和后悬架的中间，而是直连后悬架。也就是说，不管变速箱处于哪个档，发动机转速和车轮转速的关系呢是恒定的。那这个4档变速箱呢，其实只是在动态版中才会发挥作用。可以看到，设计师在左右两侧各预留了一枚 L 电机的动力接口，动力出来以后，通过这里的左右各一排16齿齿轮进入变速箱，然后进入后悬架差速器。当然，在前面这里也有一个通往前悬架差速器的动力接口。那经过分析，4个档位的齿轮比依次是 2.8、3.0、1.67、1.0。再看换挡结构，也是一个有点似曾相识的，可以在行驶中遥控换挡的经典方案了。不过用于抵持4齿齿轮的结构，在这里呢修改成了一枚32034。另外，设计师还将换挡动力一直延伸到了车尾，所以除了4伏电机换挡以外，它还可以同时支持手动换挡。那这里测试下来呢，换挡也是没有问题的，并且设计师还做了一个单向的限位设计，也就是说只能单向换挡，而朝另一个方向呢是不可以的。不过 V12 发动机模块可能是因为零件公差的原因，拼好以后呢会长那么一点。可以看到，在装好上面的红色砖块以后，整个模块已经被拉变形了。在接下来的电机测试环节，可以看到，如果是在左右两侧装入 L 电机，那么4个档位测试下来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对应的，我们也可以看到车轮以及发动机所呈现出的速度变化。不过，如果是在通往前悬架的动力出口这里加入电机，也就是模拟动力从车轮进入，或者说静态版推行的情况下，那么有2个档的其中一个旋转方向呢，可能会出现联动卡顿的问题。进一步的，在方向盘联动结构中，也存在一个手册没有提到的需要标定的步骤。那最终标定好，并且完成整个底盘的合体以后，我们这里来测试一下。可以看到各个档位的行驶与发动机联动，还有转向与方向盘联动，以及遥控换挡呢，测试下来基本都没有问题。不过下地行驶的车速呢，确实是比较慢的。对于这种有变速箱的动态版超跑来说，那也是正常的表现了。再看这个底盘，可以看到，虽然设计师在车底预留了这些装电机的位置，也就是局部位置呢是比较空的，但整个底盘的牢固度测试下来还是不错的。好啦，那么再往后也就进入到外观搭建的部分了。整个拼搭和测试呢，一共用了20多个小时，最终拼好的成品长59厘米，重2.5公斤。相对于原型车4.6米的车长，比例呢大概是1比7.8。这里我们可以通过模型对比来大概的看一下外观还原情况。当然，这辆合金模型呢是普通的女武神，而从这辆积木成品的荧光绿的边条，一直延伸到尾翼上的垂直鳍片，还有这个波浪形的尾翼来看，这辆女武神呢应该是 AM2 Pro 版，一个专为赛道而生的版本。那虽然版本不同，但整体对比下来，整个车子的长宽比例以及整体轮廓呢，还原的还是比较到位的。而且通过网上可以查到的 AM2 Pro 版本的相关图片，刚才提到的3个和合金模型之间的区别呢，也全部都能对应得上。不过整个外观轮廓线条，其中车门两侧内凹的曲线，两辆车子看起来稍微有一点区别。另外，车头上沿和车头下扰流板的中间呢，合金模型以及网上能查到的图片，这里应该是有一个进风通道，而积木模型的这个区域的高度呢，似乎是有点不太够的，也就是车头看起来可能会比15稍微扁一点。再看这辆女武神非常特别的，从前轮后方一直向两侧侧裙过渡过来的风道，可以看到这辆积木模型呢，也是对此做到了搭建，并且继续向后延伸，这里还可以看到几片鳍片。来到车尾，相对于普通女武神的加大的 M 型尾翼，中间的排气口、两侧的尾灯，还有底部的扩散器，也是全部都做到了搭建。那么看到这里，大家感觉这辆女武神的外观搭建可以打到多少分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功能表现。首先是前后悬架，测试下来都没有问题，回弹手感和行程呢都非常清晰。然后是转向和方向盘联动，可以看到联动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转向幅度呢确实是比较小。再看车门开合，那只需要打开任何一边的车门，另外一边的车门呢也会同步的打开，打开以后的支撑也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这种开合方式呢，底部的涡杆是还没有安装的状态。如果安装了的话，那么就需要用到额外配的一个操作起来应该会非常不方便的齿轮旋钮了。所以感觉静态版的话，其实并没有加入这个旋钮的必要。接下来是引擎盖的整体拆卸，那这里只需要在车尾这里拔下2根十字轴，操作下来呢还是非常方便的。最后来看4个档位下的行驶和发动机联动。首先，静态版的换挡是直接通过在车尾这里插入齿轮旋钮来操作，而4个档位下的车辆的推行，测试下来可以看到，其中有2个档位呢推行起来会有打齿的问题，不过另外2个档是比较顺畅的。那这个测试表现和我们过程中的测试情况呢也是一致的。好了，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加入电机，来看一下动态版的测试情况。那动态版需要用到的电机一共包括2枚4伏电机、2枚 L 电机以及1枚 M 电机，全部都是直接安装在车底已经预留好的位置。整个安装过程大概几分钟就可以完成，还是非常方便的。车门开合通过1枚 M 电机控制，测试下来没有问题。那其他的几个功能就全部和行驶相关了。首先，通过4伏电机遥控换挡，测试下来没有问题。不过，如果是反复测试的话，偶尔还是可能会出现换挡不顺畅的情况。然后是4个档位下的遥控行驶。那对于这种重达3公斤的级别，尤其是还带变速箱的动态版跑车来说，速度肯定是跑不起来的，并且其中部分档位也是很有可能会遇到打齿的问题。总之呢，表现肯定是不会太好的。另外，转向幅度也比较小。那么动态版的表现就是上面这样。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牢固度表现。测试下来可以看到，整个车子的主体还是比较牢固的，不管是前后抱还是左右抱，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除了车头大灯附近等少量位置存在单点固定的科技面板，那其他绝大部分地方呢都是多点固定。不过前轮后面的面板模块因为只固定了半个单位，所以这也是整辆车子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松脱的地方。好啦，那么以上就是这辆一汽女武神的全部测试情况了。不过在完成本期评测之前，还是有几个问题需要讲一下。首先，虽然这2本手册确实是非常的厚，分布细致，图示清晰，但其中有一些步骤并不是很好拼搭。比如第190步，前面装的2枚15100在这一步是会脱落的，并且也不是很好装。类似的问题呢，在其他一些步骤也有存在，这里就不一一讲了。另外，有部分比较关键但易错的步骤并没有做提醒，比如第254步，在装入这2枚2780两单位摩擦销的时候是需要注意角度的。还有第390步需要安装的这根黄色3单位十字轴，因为后面会连接4伏电机，所以必须要以90度的状态安装，最好是用1枚60483，像这样把它的角度固定住。安装完后面的结构以后，再把它拆掉就可以了。这是因为所有转向联动的角度都是以这根十字轴的90度状态为前提的，否则在安装4伏电机后，所有的角度都会发生变化。那如果是后面才发现了这个问题，就需要重新做角度标定了。具体的就是需要像这样拆下这枚转向用的12齿齿轮，然后重新安装一下。另外，第512步需要做方向盘回正的角度标定，具体的也就是在装入这枚12齿锥齿轮的时候，需要让它处于45度的角度位置。最后呢，因为全车大面积使用了滚镀工艺的科技面板，所以拼久了还是会出现把手弄脏的问题。好啦，那么本期评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咱们下期见，拜拜。